你敢相信吗？一场席卷全亚洲的货币海啸，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无数人的钱包。菲律宾比索已经跌破了60的历史冰点，印度卢比在原油成本激增的重压下，正对着95的关口瑟瑟发抖。美联储那只高利率的巨兽依然不肯松口，强硬的美元像镰刀一样收割着新兴市场的财富。大家都在恐慌，难道又要重演当年的金融危机了吗？但在这一片哀鸿遍野中，新加坡元却显得格外格格不入，甚至强大到让人有些不可思议。当周围的邻居们都在为了保住汇率而焦头烂额时，新元却像定海神针一样，在汹涌的浪潮中保持着惊人的韧性。这不禁让人好奇，这个弹丸之地到底施了什么魔法，能让自己的货币在乱世中依然坚挺？其实，这种坚挺绝非偶然，它背后藏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那一套极其硬核的汇率管理机制，还有深不可测的经济底气。作为区域顶级的避险中心，新加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港口，它更像是资本在风暴中唯一的安全港湾。你可能想问，新元这种逆天表现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大家通常听到的央行手段都是加息或者降息，对吧？但新加坡偏不。作为全球最小但也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新加坡每花掉1块钱，就有4毛钱是直接用来买进口货的。这意味着，如果汇率崩了，新加坡人的生活成本会瞬间起飞。所以，新加坡金管局，也就是 MAS， 打造了一套独特的 SNIR 框架。简单说，就是不盯着美元看，而是盯着一篮子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MAS 就像一个精准的调音师，通过调高新元汇率的坡度，让新元有节奏的升值。这一招非常高明，新元变值钱了，买进来的石油和粮食就相对便宜了，国内的物价自然就压住了。相比那些只能被动接受通胀的国家，新加坡主动出击，利用汇率直接对冲掉了一大部分涨价压力。这种策略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道复杂的数学加权题。哪怕新元对美元稍微跌一点，但只要对日元、令吉这些贬得更厉害的货币保持强势，新元整体上依然是在升值通道里的。这套数学盾牌成功地把邻国的动荡挡在了家门之外。如果说汇率机制是战术，那么强大的经济基本面就是新加坡的战略核武器。在2026年，判断一个国家货币行不行，最直观的标准就是看他手里有没有钱。新加坡交出的成绩单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2025年底，他的经常账户盈余占到了 GDP 的 17.1%。这是什么概念？当印度和菲律宾在为能源开支疯狂借债的时候，新加坡还在大把地赚钱。更让投机客望而生畏的是，新加坡那高达4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哪里是储备金，这简直就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这笔钱给了新加坡金管局绝对的底气，只要市场敢恶意做空新元，官方随时有能力进场直接降维打击。在这种实力面前，任何投机力量都得掂量自己的分量。而且，新加坡可不是只靠金融赚钱，它在硬核科技上的布局也迎来了大爆发。2026年正是 AI 红利期，新加坡凭借在全球半导体和精密工程供应链里的关键位置，硬生生地抓住了技术周期的上行波段。这种避险加成长的双重属性，让新元在投资者眼里成了最香的资产。在动荡的2026年，地缘政治的变局让全球富豪们都睡不着觉。当中东由于冲突不再那么稳定时，原本流向迪拜的资本开始像潮水一样掉头转向新加坡。为什么是新加坡？因为它不仅有透明的法治，更重要的是它远离冲突核心区，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瑞士。资本是最聪明的，也是最胆小的。当恐慌指数飙升时，投资者会本能地寻找最安全的地方。2026年初，新加坡的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高得惊人，远超国际标准。再加上新加坡对法律、科技和数字资产的超前投资，吸引了无数家族办公室在这里扎根。
这些长期留存的资本构成了对新元的持久需求。这种避险中心的地位，让新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普通货币的范畴，成了一种信用代币。当邻国的货币因为资金外逃而崩盘时，新加坡却在烦恼钱太多了怎么处理。这种资本的重新分配不仅保住了新元的汇率，更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现在的金融竞争比拼的其实就是信任2个字。新加坡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稳定换取了全球资本的终极信任。这种信任在太平盛世可能看不出来，但在像2026年这样的乱局中，就是保命的本钱。很多人觉得新加坡几乎不产一滴油，能源危机一定是它的软肋，但事实正好相反。在2026年，新加坡作为全球能源贸易和精炼枢纽的地位，反而成了它的对冲神器。虽然原油进口贵了，但新加坡玉郎岛上的那些精炼厂加工利润反而更高了。作为全球最大的燃油补给港，油价涨，新加坡的交易总值就跟着涨。更聪明的是新加坡的提前储备战略，他们不仅拥有深埋地底的岩洞储油库，还通过多元化的渠道锁定了一大批长期的液化天然气合同。当邻国因为依赖现货市场而被高价油气压得喘不过气时，新加坡却能气定神闲地用着合同价的能源维持生产的稳定。这就像是一个高端的中间商，虽然成本在涨，但因为掌握了核心渠道和深厚的仓储，反而能在波动中赚得更多。这种能源枢纽加战略储备的组合拳，不仅平滑了国内的物价波动，还让新加坡的贸易收支在危机中依然保持漂亮。相比之下，像菲律宾这样缺乏能源多样性的国家，在极端冲击下就显得非常脆弱。2026年3月，菲律宾通胀失控，比索暴贬，正好成了新加坡模式的最强反衬。货币的稳定性归根结底是对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信任投票。在2026年，新加坡政府通过一系列精准的财政援助，确保了社会没有因为外部通胀而乱套，发放生活补助，大幅退税，甚至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进步礼包。这些看似是民生政策，实际上是在为货币稳定加固最底层的社会基石。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在拼命保住它的饭碗。面对化肥涨价和供应链断裂，他们启动了新加坡故事 2.0 策略，利用高科技手段提高食品自给率。这种务实的韧性消除了市场对基本供应的担忧，让投资者明白，无论外面多乱，新加坡永远有 Plan B。 当然，未来也不是完全没有阴霾。随着2026年底美国可能实施的关税威胁以及区域增长的分化，新加坡也面临着出口竞争力的博弈。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加坡元能在风暴中屹立不倒，靠的是机智，是家底，更是那份无可替代的信誉。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新加坡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避险资产从来不是黄金或者某种口号，而是由预测性、法治和物质基础共同构建的硬实力。那么，面对全球货币的剧烈波动，你认为新加坡这种汇率锚定的模式会成为未来更多国家效仿的对象吗？还是说这仅仅是这个微型精英国家才能玩转的孤本？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欢迎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